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和大家谈一谈关于疫情2年来的生活和我的文学思考。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疫情时代。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疫情时代。疫情经历了2年多的艰难的经历，可以说整个生活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家庭都发生了变化。简单的说，我们重新尝试了待在家里不能出门的经历，重新尝试了每天戴口罩的经历，重新尝试了打预防针的经历，而且重新尝试了生活让自己再一次孤独的经历。这些经历很多，走过了2年多来，今天已经进入了疫情的后时代。说实话，这几年因为疫情，我们很少出门。前些日子参加一个 party， 和朋友在一起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说怎么好像这么2年我们都变了，一下子变老了，一下子头发也开始发白了，而且一想起曾经在一起的聚会 party， 好像觉得不仅难忘，而且很珍贵。这句话正好表达了我们对疫情生活的感受。疫情时代，作为一个作家，作为我坐在家里边思考什么呢？记得那时不能出门，站在窗前，我说我的生活改变了，改变成一个只能站在窗前而不能出门的人。我想看到外面的世界，想看到人，但是站在窗子上，我看到外面没有一个人，真的没有。我写过一首诗，叫做如果我能看到的，没有看到。我看到树叶，我看到了冰雪。我常常在想，是不是能看到一只狗，一条狗能走过我的身旁，或者是一只猫，我会多么的高兴。这就是疫情时代的生活。我以前很少打电话，因为我觉得打电话很浪费时间，但是到了疫情，电话好像显得特别的重要。因为家里有人传染上了病，不能交流了，不能见面了，家人就只能打电话。打电话说什么呢？每次都是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样，好吗？我一听到这个话，我不知道说好还是不好，我只是说我想打个电话，或者说我打电话给你，我就问你今天你干什么了。你说我今天什么也没干，我今天就是在家里，在家里包了一堆饺子，然后把饺子吃了，然后想起1年前在饺子店吃饺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很多，饺子也很贵，倒是好了，现在在家里包饺子便宜了，生活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那你在家里还干什么了呢？我说我在家里没有说过话。那你不需要跟人说话吗？我说家里没人，家里有只猫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在家里的话就是猫语。小猫跟我坐在一起，我摸着它的头，我觉得很温暖，我觉得它像我的孩子。我会对它说，你喜欢吗？你舒服吗？你要睡觉吗？当我睡觉的时候，我会把它
他拉到我的被子。这就是疫情生活。疫情期间我不能出门，那倒好了，我对他们说，省钱了，也不出门，也没有开销，每天早上站到窗子里边，对着镜子说你好吗？镜子里的嘴也在动。我说，怎么你脸也不好好洗一洗？怎么你衣服也不好好换一换？怎么你头上还多了几根白发？你就甘于这样的生活吗？镜子里的人对着我笑了笑，也同样的在回答我。想想多么可怕！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就这样简简单单，而且没有任何内容的话，我们面对的苍老将是很快的。这就是疫情时代的生活。我们出门戴着口罩，时刻都离不开。我的朋友说，你能把口罩放下吗？我说我不能把口罩放下，我把口罩放下，我就会说出、讲出和喘出有毒的东西来。我打电话给朋友说，现在好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不需要戴口罩了。我朋友说，真的很好。我问他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，你的外面，你的家里有谎言吗？他说，可能是这样，也许我们都需要谎言。这就是我们的疫情时代。在疫情时代，我写了2本书，其中1本诗集已经出版了，都是讲我们疫情生活的这些从来没经历的事情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若干年后，当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孙子或者更小的孩子看到那些照片，看到那些穿着白大褂、整个脸都被盖着的人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说，你们那个时代怎么会这样子落后，这样子恐怖，为什么？我想到这些，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。我们经历过一场灾难，而且这场灾难是后人的一段联想和精彩的质问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2年过去了，我现在可以出门了，现在进入了后疫情时代，我也可以不戴口罩了。我和所有的朋友都说，我们要珍惜这个时代，我们要重新回到过去，我们要打扮自己，出门要像一个帅哥那样，而且我们要把这段历史和故事记下来。我们的生活还必须重新开始，让我们的后代，让他们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期，告诉他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精彩的经历。后时代的文学将赋予我们更多的期待。我会把这些故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、写出来。我想，当你再一次站到窗前的时候，当你看到外面熙熙攘攘的声音和很多人走过的时候，当你看到有个老人牵着他的小狗走过你窗前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说，你好，真的生活变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些，谈的是我的感悟，我对后疫情时代的文学的小小的思考。谢谢你。